表弟啊，你们俩都担心过头了。那个沈姑娘可是聪明得很呢，她既然敢把药卖给你，就不怕你说出去。为什么？她不怕我受到威胁的时候把她交代出去？那也要别人相信才行啊。你当她为什么单单找你们医馆卖药啊？后路自然是早就想好了呀，这就是阳谋啊。表哥，这不可能吧？她一个小姑娘家的。表弟啊，这看人还真不能光看外表，人家是卖药的时候啊，退路都想好了。如果你真的把神药的事情散播出去，最后京中的权贵找上的只能是你们宋家。我劝你啊，剩下的3颗药也别研究了，还不如给我姑父和小表妹吃了呢，还能百毒不侵。自己家人的身体好，不是比钱更重要吗？宋燕来的时候很焦急，回去的时候灰头土脸的，还真是谁都想到了，就剩下他自己。想到沈飞那时候诚恳的眼神，宋燕不想相信自己是被骗了。今天是沈飞回门的日子，虽然他也不用去孙家，但是可以回自己家。沈飞前2天让明月去打听孙家的消息，知道了孙恒夫妻已经被发配到了岭南。孙恒夫妻毕竟是犯了欺君之罪，但是皇上考虑到被先皇无故处死的昌安侯府的老侯爷，就饶了孙家的其他人，因此只是惩罚了孙恒夫妻，孙家大房和二房都没事。孙恒的子女也没有惩罚，毕竟他们都年纪小，也没有参与其中。孙恒夫妻离开了长安，3个孩子却被留在了孙家。沈飞确实有些担心孙展祥，但是现在他不知道孙展祥还认不认他这个姐姐。沈飞收回思绪，来到了唐之玲身边。今日回门，我要回村里一趟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出门？好，我也和你回村子看看。于是一行人直接上了马车。唐之玲，我怎么发现你好像有心事呢？我就是不知道我能干什么。我前2天去找父亲了，想让他给我一个差事做，但是到现在父亲都没给我答复，不知道父亲那边是有什么顾虑。唐之玲，你是有压力吗？这不是得给咱们儿子想想以后的出路吗？你呀，就是想得多。放心了，我有赚钱的法子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还继续卖药？当然不是，咱们今天就带你去看看我的猪长得飞快，咱们以后靠养殖。1个小时后，众人终于到了长乐村。李嬷嬷抱着小福宝直接回了老宅，沈飞则是和唐之玲一起去了小山头那边。哎，刘先生，你说说呗，不要藏着掖着了，你们这猪是怎么养的？是呀，刘先生，我家的猪是和你们一起抓的，这还不到3个月，我家的还小小的，你看看，你家的都长这么胖了。哎呦，刘先生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我家的猪啊，当初和你家可是一窝的，现在这差距可太大了。众人七嘴八舌的把刘三全团团围住。刘三全也是为难，他也不知道大小姐拿来的东西是什么，那猪吃了肉是蹭蹭的往上涨。诸位，听我说，我们也是和大家一样照常喂的，只不过我家的主子肯花钱买粮食罢了。隔壁村的李地主家也肯喂粮食，还是没有你家的肥呀，你是不是藏私了？诸位，有问题可以问我。大小姐，您来了。放心，交给我。诸位，我想你们是想要知道我家的猪为什么这么胖，是吧？是啊，希望沈小姐不要藏私。刘先生说的不错，我家的猪吃了一种叫猪饲料的东西，不过这个猪饲料可不便宜，1斤要20文。这么贵？对，就是这么贵。哎呀，那你这个猪饲料的东西岂不是比小米都贵了？小米1斤才5文呢。是啊，我这个猪就是年猪，等过年的时候，村里的人想要买猪肉，可以来我们这儿买。
有人歇了心思，也就有人心动了。这个叫饲料的东西确实是贵，但是猪肉的价钱本来也比大米贵多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猪饲料一次要喂多少了。于是一群人都离开了，只留下2个人没有走。大叔，你们留下来是想要问猪饲料是吗？沈小姐，我们是想问问那个猪饲料您是在哪儿买的，我们也想看看猪饲料每次要喂多少。好，没问题。马大叔，你带着这2人过去看一看吧。多谢沈小姐了。沈飞和唐之玲2人没有先去猪圈，而是先去了菜地。还没到，唐之玲就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菜。你这菜长得可真好啊！沈飞也是蹲下来检查，发现这批青菜长得还真不错，一个虫眼都没有。沈飞，你这菜长得太好了，家里也是有庄子的，就没有你这个长得好。是啊，这就是放了我上次输的化肥才会这么好的。不过这些菜也能收了。大小姐，你看咱们这些菜我看着也可以卖了。是，我之前让你们调查长安城内的酒楼，都可以免费送去一份。免费？那些酒楼都有自己的供货商，咱们贸然去推销不一定会有好结果。咱们呀就先免费送几样蔬菜，让他们先试试。然后我的那4间嫁妆铺子你们都收拾出来，咱们一起开业。大小姐，那4间铺子都卖着蔬菜吗？我觉得有些冒险。咱们这些青菜最好在半个月内都处理了，否则也是放不久的。我觉得刘管事说的对，店铺开张后只卖蔬菜的话，的确是太亏本了。好吧，刘叔，那就拿出1间铺子卖蔬菜和猪肉，剩下的铺子你研究一下，看看卖什么合适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我会看着处理的。那好，这批青菜就先试着给酒楼推荐，如果酒楼不要，咱们就给街边的小商贩。我这里有几个方子，特别适合街边的小店或者是小摊子，他们会需要很多青菜。沈飞想到的是后市的麻辣烫、冒菜还有串串香等，这些他都不打算自己开店，但是可以交给其他人，只要他们有方子，真是可以在街边摆摊，到时候他的青菜就都有了销路。那好，大小姐一会儿把方子写下来吧，然后我这边酌情处理。唐之玲来了已经有一会儿了，她确实是不喜欢下地，这才一会儿她的脚下就都有泥了，这让有些洁癖的她有些不习惯。唐之玲还不知道她以后要面临的是比这还苦的地方。沈飞又看了那些猪仔一眼，不，已经不是猪仔了，现在是肥猪了。在这个古代，100多斤已经很肥了。刘叔，那2头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胖？大小姐，也是我不对，我起初是不相信那个猪饲料的，这2头就没有喂。沈飞了然，也没有怪他。哦，明白了，那以后这2头也喂了吧？是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咱们人手太少了呀，现在小村子里都知道咱这有大肥猪，我怕有些人惦记啊。唐之玲，你进来一下。唐之玲此时正捏着鼻子站在外面，是没想进来的。这时候听到沈飞喊他，就走了进来。找我何事？谁知道一进来看到这么白花花一片的大肥猪，还是不敢相信。这些猪是被调包了吗？刚刚在外面听到这些村民争吵，他还觉得奇怪，现在自己亲眼见到了，也是震惊不小。没调包，还是从前那些。唐之玲也不嫌弃脚下脏了，直接走近了一点，仔细辨认了一下。他记得有一只猪耳朵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的，黑黑的。现在他也终于找到了那只，还是白白胖胖的。还真是。唐之玲，有个事要你帮忙，你能不能帮忙找个身手厉害的人看着我的猪圈？我怕有人偷猪。身手厉害的人谁会来看着猪圈呀？
唐之灵没有说的一点是，他自己还真没什么人脉，他现在还都是靠着国公府呢，自己身边除了武丹和武阳之外就没有人了。武丹和武阳还是他父亲安排来保护他的。沈飞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刘叔，咱们再去买一些人吧，买一些半大少年或者是一家人的那种。是，大小姐。我认识的人不多，不过要是去挑人的话，可以让武阳一起去，挑一些身子骨好的，以后让武阳教一下他们。唐之灵确实是想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他的弊端是没有自己人。那好，咱们可以自己培养人。刘叔，到时候让武阳和你一起去。是，大小姐。沈玉最近怎么样了？他去学堂还习惯吧？沈玉少爷倒是没有问题，就是李姑姑有些。李姑姑怎么了？沈飞在出嫁前不是没有察觉到他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不过只要是无伤大雅，他也就没有在意。有话可以直说。刘叔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李姑姑自从少爷去了书院，在家里的时候就像一个主子一样。大小姐，我真不是一个多事的人，就是现在家里您出嫁了，少爷在书院，李姑姑仗着自己的身份，在家里没少难为我家那口子。沈飞此时却是很生气，看来他过去就是太仁善了，才把李姑姑的心养大了。刘叔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沈飞此时也在反思，他那时候刚来到这里，有些事情想得简单了，而且在人人平等的社会待久了，到了这里就想平和的和这些下人相处，觉得只要大家都好，无论是下人还是主子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他还是算错了人心。在这个时代，那些大户人家拿着奴仆的卖身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大小姐，现在您不在城里的宅子住了，少爷又要去书院，我觉得还不如让我家那口子也搬到村里来，这样我们照顾村里的菜地和猪也都方便一些。那也可以，那就让刘婶搬过来，小双和小喜和我去过公府吧。小喜这孩子纤细，过去照顾小福宝也是很用心的。小双我从前想着给沈玉当小厮，现在想来是不合适了，小厮的年纪要大一些才好照顾主子，那就让小双学习一下，以后当小福宝的小厮。谢主子栽培。刘管事，不会让你和孩子分开太久的，以后我们分家了，从国公府分出来之后，你就是家里的管事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和你夫人都住在府里。沈飞现在也想到了，刘三全或许是不愿意和孩子分开的，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。那就劳烦大小姐多照顾小喜和小双了，他们的规矩还没有学到位，希望主子可以好好的教一教他们。刘叔放心，我以后要经常回来的，到时候小喜他们也能回来看你们。还有，我铺子上的事情还需要你到府里来禀报啊。沈飞的言下之意就是见面的机会有很多。刘三全的心里彻底放松下来。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今日是姐姐回门的日子，我请了假，想看看阿姐。李姑姑，阿姐回来了吗？大小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那我在家等一会儿。说完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哎呦，大小姐也真是的，应该给少爷选一个大一点的书童或是小厮照顾少爷。小双那么小，能干什么呀？少爷是出去读书的，现在都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还有这个书院也是，离家也不近，又不是有名的书院。我都打听了，青松书院才是最好的书院。大小姐是国公府的儿媳妇，要是心里真记得少爷，就会想法子给你安排进去的。我看呀，大小姐就没把您放在心里。李姑姑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阿姐，你回来了。
沈玉的声音艰涩，她觉得李姑姑最近变化了很多，而且私下没少和她抱怨阿姐。沈玉也和李姑姑说过几次了，叫她不要这么说阿姐。可是李姑姑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根本不把姐姐放在眼里。沈玉也发现了，自从李姑姑知道阿姐的身份之后，眼中就多了轻视之色。可是是李姑姑把她从谢家救了出来，把她带到长安，因为谢家容貌又毁了，李姑姑对她有恩。阿姐这里也是对她恩同再造，让她脱去了奴仆的身份，还有学堂念书，以后还能参加科举。这2个人对她都非常重要。沈玉有的时候夹在2人中间，就非常为难。李姑姑听到沈玉的喊声，身体也是一个机灵。就算她再看不起大小姐，她也是她的主子，她的卖身契还在大小姐手里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。阿姐，你回来了。我今天特意请假回来，就是想让你回来去看到我的。沈飞看到沈玉忐忑的小脸，也能猜到她的心思。可是沈飞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沈玉，你跟我来一趟。阿姐。沈玉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阿姐，你说。我听说李姑姑现在自称是家里的主子了，平日没少欺负刘婶儿。怎么会？李姑姑不会的。沈玉白日去学堂，还真不清楚李姑姑在家里的行为，她只是知道李姑姑在家里有些散漫。沈玉，我想把李姑姑卖出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姐，求求你不要卖了李姑姑，我知道姑姑做错了，在背后议论你是她的不对。阿姐，你怎么惩罚她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要卖了她。沈玉，李姑姑和你是一起的，你们的感情不一般，这我一开始就知道。因此她虽然是家里的下人，对你要比对小福宝还要上心，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计较。那时候我已经认了你当弟弟，所以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也没有惩罚他，只是让他专心的照顾你。我自认为对他已经够宽容的了，可是李姑姑这个人实在是蹬鼻子上脸，不识抬举，不仅在家里当上了主子，竟然还在背后议论我的是非。沈月，我相信这不是他第一次在你面前说我了吧？沈玉的脸涨得通红，他想替李姑姑辩解几句，但张了张嘴，实在是张不开口。沈玉的脸火辣辣的，羞窘的厉害。沈玉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是我卖了李姑姑，第二是你带李姑姑离开，咱们从今以后不再是姐弟，你也叫回谢宇。阿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沈月，不是我心狠，而是李姑姑做得太过分了。我相信你也看出来了，李姑姑在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对我也是看不起的吧？阿姐，没有。李姑姑这样的仆人，我已经不敢用了。我觉得我对她已经非常仁慈了，还留了她一条命。沈玉注意到沈飞语气中的含义，知道再求情也是没有用了。沈玉非常怀念当沈飞弟弟的日子，但李姑姑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不能舍弃她。阿姐，我和李姑姑一起离开。沈飞有些不舍，于是从怀里掏出了100两的银票递给他。这银票你拿着。阿姐，我不能要，这太多了。拿着吧，你在外生活也要钱。一会儿咱们去一趟县衙，我会把你的户籍迁出来。阿姐，那我还可以住在长乐村吗？自然可以，住在哪里是你的自由。你以后是留在长安还是去外地，都是自由的。沈玉听到自由，并没有很开心，反而心里充满了失落，心里也是空落落的。沈玉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她真的失去姐姐了，失去了一个全心全意照顾她的姐姐。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去一趟县衙。大小姐，沈飞就是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李姑姑，
也没有往日的和煦。少爷，你们说了什么？李姑姑，你等着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嘉慧芳的宅子就是长安县衙对面，因此过去也是很近的。沈飞和沈玉一前一后的走出沈家，李姑姑还想追上去，被二妮儿给拦了下来。李姑姑，咱们在这里安心的等小姐回来吧。此时李姑姑心里有些犹豫，她感觉事情很严重，心里也是很忐忑。沈飞和沈玉的动作很快，1刻钟之后就回到了沈家。李姑姑，你以后就不是沈家的下人了，你和沈玉就一起离开吧。当初你们自己置办的东西，我也允许你们带走。大小姐，你要赶我们走？以后你就是自由身了，这是你的卖身契。少爷，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李姑姑还是不相信沈飞会这么绝情，她也是只抱怨几句，怎么就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了？大小姐不是一向都很仁慈的吗？大小姐，求求你。姑姑，我和阿杰也已经说好了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大小姐，你可怜可怜我们，我们要是离开了，真的是没有活路了呀。二妮，把李姑姑拉走。二妮的力气很大，很快就把李姑姑拉走了。沈飞是一点和李姑姑说话的意思都没有了。沈玉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找房子，等找到了，你就带着李姑姑离开吧。还有，也告诉她我为什么赶走她。是，沈姐姐。廖叔，等沈玉他们离开之后，你们把房子锁上，也回村里去吧。家里的粮食这几天都运到老宅那边去。是，大小姐。刘婶儿，小双和小喜我带到国公府了，让他们照顾小福宝。好，大小姐，我这就给2个孩子准备一下。只带2身换洗的衣服就好，其他的我给他们换新的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我知道了。沈飞这边安排妥当之后，就和唐之玲一起上了马车。沈飞一行人回到国公府，唐之玲就被小厮叫走了。他来到了唐国公的书房内。父亲，坐吧，等我一下。唐之玲直接坐在椅子上，心里还有些期待，因为他觉得唐国公叫他来，一定是关于他官职的事情。老三，你的职位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6部的工部。唐之玲还是很满意的，至少是工部呢。父亲，那是什么职位呀？是屯田司里的员外郎，正7品的官职，主要参掌屯田、营田、植分田等事务。老三呐，这个职位你还满意吗？唐之玲从来没有想过会是屯田司，这和他想的不一样。私心里他觉得自己可以进礼部，户部、吏部、兵部这些热门的地方他是想都不敢想的，但是在6部之中，工部又是最低的。怎么，你不满意？没有，还要多谢父亲。老三，你学识根基浅，没有经过正规的科举初试，去那些热门的地方也是会被人比下去的，还不如工部呢。没有，多谢父亲。那就好，2日之后就到工部报到吧。是。沈飞回来之后，就直接带着睡醒的小福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小喜和小双2人已经被李嬷嬷带下去学规矩了。仔仔，来，给娘爬一个，来，往前爬。小福宝像个小乌龟一样不断地蹬腿。这时候唐之玲走进院子里，一下子就听到了小福宝的笑声，他的心情好了一点，但是脸上还是没有高兴之色。唐之玲，你怎么了？受什么打击了？我爹给我捐的官下来了，正7品。7品官呀，很好呀，这不是和县令是平级吗？这正7品的县令和正7品的员外郎能一样吗？员外郎？
管什么的？工部屯田司的员外郎。屯田司不好吗？听着名字就是管土地的呀，也不错呀。这屯田司呢，主管屯田、植田和宫廷田，管理在京文武执事官以及京兆、河南二府和京县官的持分田，京师处司的公显田均由其分配。这个可以呀，你去这里能干出成绩。你也看到我的地了吧？你看我的蔬菜种的是不是特别好？是不错。这不就行了吗？有我呢。唐之灵看到沈飞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嘴角也露出了笑容。不管沈飞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，至少是愿意和他一起承担的。唐之灵把小福宝从沈飞的怀里接了过去，握住他的小胖手。沈飞，你说我这个年纪准备科举，是不是有些大了？在官场上想要走得更远，还是要正经的科举出身，否则在升迁会上会受到掣肘的。你才18岁，年纪大吗？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考秀才都还要考上好几年呢，你现在开始学，准保来得及。好，那我把功课也捡起来。唐之灵，我觉得有些奇怪。哦，奇怪什么？我就是觉得吧，你们唐家怪有意思的。你家有4个孩子，唐国公好像只对你是特别的，对于你这个孩子是过于宽松和偏爱了。宽松不好吗？你听说过捧杀吗？我有这种感觉，但考虑到他是你亲爹，又觉得不太可能。一般这种手段都是妇人才会用的。唐之灵的眼神有些阴冷，这也是他觉得怪异的地方，所以他才会想去北地查询自己的身世，想在毒发之前知道自己是不是唐家的孩子，或者他的亲娘是谁，和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。嘿，唐之灵，你说你是不是唐家抱来的孩子啊？就算我是抱来的，你又有何办法证明呢？沈飞见到唐之灵没有反驳，也知道这家伙自己也或许早就有了猜测。沈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，就是因为唐之灵就像是困在笼子里的人。唐家的其他3个公子都有自己的交际圈，或者早就知道将来要走的路。世子就不说了，那是要继承爵位的，一辈子吃穿不愁了。唐2公子是能文能武，如今又在宫里当护卫。唐4公子应该是要考科举的路子了。你要是相信我，你就去拿一根唐国公的头发或者是血迹给我，我做个小实验就能证明。唐之灵知道沈飞不简单。这结果准吗？比滴血认亲还准？准的不能再准了，千真万确，万无一失。记住啊，一定要唐国公的头发或者是血迹，要是搞不定就找唐家的那几个兄弟，我也能实验。好吧，你等我消息。2日后，唐之灵穿着官服，早早地坐着马车去报道。这位应该是屯田司的员外郎吧？在下唐之灵，不知这位大人是？在下余部司员外郎张君义。哦，原来是张大人，幸会。张君义主动把唐之灵带到了屯田司的办公地点。这个空位就是员外郎的位置，记住，咱们初1和15是要上大朝会的。还有，咱们除了在皇城这边办公，平日也可以去西山那边，咱们主要的工匠都在那里，而且那里也更宽敞。多谢张大人。此时小朝会上，见南道的灾情，众位爱卿可有什么办法？不，能拿出多少银两赈灾啊？启禀陛下，虽然秋收收上了税银，但安北都护府和西安都护府的军饷都要发，还有太极殿的修建、太子殿下大婚的费用，扣除这些，户部只能拿出5万两银子。国库就这么穷吗？这一点钱好干什么？皇帝生气了，下边的大臣们集体跪在地上。
工部尚书贾宗之急忙随大溜也跟着一起跪着。他觉得户部尚书这老小子不老实，不过他也是很愿意看这人的热闹的，因为平日这老小子就看不起他，觉得他自己管着户部，掌管着皇上的钱袋子，就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。现在被为难了吧？皇上管你要钱，你拿不出来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朝会结束之后，众位官员都一起往外走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不要走那么快嘛。怎么，你还有事？哎呀，刘大人呐，你看我们兵部的条子什么时候给批下来呀？啊，这北面和西面的军饷可不能再这么拖着了。刘大人，北方现在已经下了好几场大雪了，这北方严寒，将士们的粮食和袄子，这都得准备起来呀。刘冠琼自然知道陈景说的对，但是国库就那些钱，真是用在这里那里就缺了，愁得他头发都快没了。你放心，陈尚书，兵部的条子我很快给你们。哎，刘尚书，那我们礼部的条子也批了吧？你也知道这太子大婚可是举国重庆的大好事，怎么也不能寒酸了，要不然交代不过去啊。左大人，左大人，是我先来的，要解决也是先处理我的问题。陈尚书，这就不对了，咱们谁说的都不算，还是要看刘尚书是怎么定的。刘尚书，我们工部的条子也请你多看看，太极殿那边陛下也是等着呢，这没钱就没办法修缮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赢钱的事儿咱们再议。大人，咱们怎么办？让下面的人多去催催，一定要在别人前面，要不然那老家伙把钱分给了别的部门，咱们就只能干瞪眼了。是，大人。走吧，回去看看今天会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人呢？贾尚书回来之后，没有先回自己的办公厅堂，而是来到下面的房间外面转悠了一圈，终于看到了一个稚嫩的年轻人。见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书卷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是个刺儿头就好，看那样子还是挺乖巧的嘛。唐之陵这边白日要去上衙，沈飞这边也没有闲着，他的蔬菜可以开始卖了，今日是他的蔬菜铺子开张的日子。李嬷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三夫人已经收拾妥当了，小少爷的东西也带好了。那就好，咱们走吧。夫人，三少夫人带着孩子出门了。哦，又出门了？这才嫁过来几天啊，竟然又跑出去，真是没有教养。他也是没想到，他说不用三儿媳妇来请安，他就真的不来了。这让唐夫人心里对唐之陵和沈飞的意见很大。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？听了院的婆子说，三少夫人的铺子要开业了，今日三少夫人是过去看的。唐夫人是知道沈飞的嫁妆的，也是知道他自己有4个铺子在长安城，除此之外，在城外还有2个小庄子呢。那女人就是个农女，哪里能有钱置办嫁妆？一定都是国公爷私下给了老三银子，老三又给了那寡妇置办了嫁妆。唐夫人想到这里就很气愤，偌大的国公府真是哪儿都需要钱，国公爷还这么偏心。唐夫人每每想到这里，心上就像是插了一把刀。王妈妈，我之前单独给老三一家准备的东西，他们都吃了吗？夫人，我是亲眼看到大厨房给下到了饭菜里的，而且咱们的人也见了，三夫人都吃了。没有看错？千真万确，三少爷和三夫人都吃了的，内院的婆子亲眼看到的。哦，那就奇怪了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呢？还有，老三身上的毒是怎么解的？这你们知道吗？唐夫人心里不死心，她给唐之陵下的是秘药，就是宫里的太医都发现不了，只能看出是身子底子弱。
可是现在唐之灵的身体明显都好了，而且唐夫人发现唐之灵身体好了之后，最近都开始锻炼身体，还跟着护卫习武呢。虽然知道他已经成年了，现在习武也不管用了，毕竟错过了最佳的习武年龄。但是唐夫人还是不甘心，她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，或者是谁帮了唐之灵，让他的身子好了。老三和他媳妇的感情好吗？我送的那几个丫鬟有没有破身的？这个没有，三少爷每天都和三夫人同房，就是小少爷也一起睡呢。我听说啊，为了小少爷，三公子还特地去定制了超大的床啊。哼，不知所谓，这是自己生不了孩子，就把个野种当宝贝。大小姐好。刘叔，咱们的菜卖得怎么样？大小姐，咱们进去说，我给你禀报一下最近的情况。好，咱们先进去吧。沈飞的这间店铺现在是只卖蔬菜，沈飞最想做的是类似现代的农贸大厅，不仅有蔬菜，还有水果，还有米面粮油等副食品，就是各种鱼类肉类他都希望有。虽然现在只是蔬菜有些简陋，但是对于缺少蔬菜的冬季，沈飞那些绿油油的青菜还是很吸引人的。沈飞和李嬷嬷等人跟着刘三全来到了后院。后来买的那些下人干得还好吗？我很听话，现在是李军管着呢。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也都很服管教，年长一些的人手脚也麻利。我的那2个小庄子，到时候你让马六他们去看看。还有，咱们家也买几头牛，到时候庄子我打算咱们自己干，不包出去了。大小姐，是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？是，我打算种新的农作物，到了明年开春，咱们就种玉米，不种小麦了。大小姐，咱们那2个庄子加起来有230亩地，到时候只怕除草就要用掉好多人呀。放心，我保证我的田地不长草，只长苗。大小姐是在说胡话吗？要说，我还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下，看看哪里有适合咱们这地区的果树。我想等明年开春，最好能种植一些水果。好的，我回去后会打听的。大小姐，那种长得快的饲料只有猪能吃吗？鸡鸭鹅能不能吃啊？小鸡有专门的饲料，到时候咱们可以在小山上养一些。还有，最好是把那个小山围起来，我要在山上养鸡。可以，我回去后就找人开始干活。好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开春能弄好就行。沈飞和刘三全又交代了一些事，就抱着孩子离开了。好不容易来一趟西市，沈飞等人也并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去了集市上逛了一圈。小双和小喜被沈飞留在店铺里，让他们和刘三全好好说说话。李嬷嬷看到沈飞抱着孩子还健步如飞的在前面走，也是摇了摇头。以后他还是不出来了，让方姑姑跟着出来算了。他这把老胳膊老腿还真是跟不上三夫人的脚步。沈飞在集市上逛街也不是瞎逛，他已经看到了好几个吃食摊子了，还真看到了他说的冒菜摊子，还有卖串串香的。大叔，给我们来3份冒菜。哎呀，三夫人，在这集上吃东西不好吧？嬷嬷，来试一试，咱们就尝一点儿。这还是我出的主意呢。老板的动作也很快，3份冒菜很快就做好了。沈飞看到这个冒菜才想起了哪里不对，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辣椒，所以这个冒菜虽然味道还不错，但是少了灵魂。这年代辛辣的食物好像还是胡椒和花椒那些农作物。沈飞觉得明年他的辣椒也要快点种植才行。小福宝看着几人吃饭，真是馋得不得了，嘴里开始分泌唾液，垂得老长。唐之灵正和几位同僚路过西市，就看到了这个场景。唐之灵已经慢慢习惯了在屯田司的工作，现在他手下也分了几个人，3个书令使和2个掌顾都是他的手下。
他们也是刚刚从郊外回城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没去上职啊？难道你翘班了？没有，我们刚才去郊外给一致死的流浪中换植田呢。你们当官的都有植田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不就是管这事儿的吗？我们就是管这些植田的分配，包含这些植田的收成等事务。明白了。好了，你们要是吃完了就早点回府吧，别冻坏了孩子。哦，我这边还有点事，就先离开了。沈飞也没有阻拦，看着唐之灵带人离开。沈飞几人有了唐之灵他们打岔，也没心思继续吃了，于是结完账就直接离开了。晚上唐之灵回来的时候，沈飞已经在房中等他好久了。今天回来的有些晚呀。唐之灵却拿出了一个带血的纱布给了沈飞。这是父亲换下的纱布，上面有他的血。父亲怎么会受伤？父亲是武将，受点皮外伤也很正常。哦，是皮外伤就好。要何时才能出结果呢？哦，需要我的血吗？一炷香的时间，你给我薅一根头发就好。喏，给你，我等结果。说完直接离开了房间。沈飞拿着唐之灵给的头发和血迹，转身进了空间实验室，采集了2人的样本之后，并且快速的做了 DNA 实验。在等待结果的时候，沈飞又出了自己的实验室。沈飞直接来到了楼下，想看看这里的种子和药品。沈飞现在也是想到了一个问题，虽然实验室里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用了也就没了。蔬菜和粮食的种子它可以自己留种，但是那些化肥和饲料这些却是越用越少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自己生产，所以他要检查一下机器是否还能运转。结果是喜人的，这里的机器都可以运转，就像他的实验室一样。以后他只需要把材料带到空间里，就可以使用这些先进的机器了。沈飞的双眼发亮，这个消息无疑是个好事。虽然动物和植物不在他的研究范畴内，但是他也看过师兄和师姐操作过，还是不难的。沈飞回到实验室的时候，查看了一下结果，他有些愣神，原来唐之灵还真不是唐国公的孩子。沈飞出了空间，心里还有些诧异，他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这时候唐之灵已经梳洗好了。结果如何？你可以实话实说的。你不是唐国公的孩子。唐之灵本以为自己有了心理准备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真是很难受。你的实验结果保真吧？当然，我的结果千真万确。你自己不是也早就怀疑了吗？我只是没想到罢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？2年前吧。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，我每次问她，她都很生气，而且还3缄其口的。就只是因为这个？当然不仅是这样，还有父亲看似对我很宠爱，但是并不会真的为我着想。我其实也希望可以像二哥那样文武双全，可是结果你也看到了，如今的我会不会让你失望啊？失望什么呀？我自己的条件也没有多好啊，而且我觉得吃穿不愁就行了，我要求的也不多。也不能一点要求都没有。不过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不是他的孩子，也就不用考虑他是否偏心，是否真心待我的问题了。至少他把我养大就已经很好了。既然你不是他的儿子，那你的父母又是谁呢？我觉得闲着没事儿可以查查你的身世。这怎么查呀？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啊。笨呀，有我呢，就用我的方法。你在外面看到谁和你长相的，你就去拿人家的头发，回来后我给你做实验。沈飞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，想到了北境王妃。唐之灵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去北境王府做客呢？唐之灵正想着沈飞和他说的去薅人头发的事情，就听到什么北境王府的事情。唐之灵的脸色也郑重起来。
你去北静王府做什么？我想见见北静王妃。你是怀疑你是北静王的孩子？也不是不可能。哎，是不是实验一把就知道了？可是咱们没有受到邀请，是去不了王府的。不过你可以等到初2，姑母回娘家，她回来会带表妹回来的。我想见王妃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这些北静王府的女眷，因为北静王的关系，都是很少出门参加宴请的。加上北静王妃自从北方回来之后，身体就受了伤，听说呀，已经缠绵病榻很久了，到现在都没好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呀，我听说太医都去看了，也没有用呢。唐志玲，你有办法去王府吗？最好的办法是等表妹来府里的时候，你和她打好关系，等以后就有机会了。沈飞心里有了别的想法，觉得等姑母回来那样太慢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沈飞，你白天问我植田的事情，是有什么想法吗？哦，对，你的植田分了多少？都在哪里呀？我的植田有3顷50亩。这家伙有350亩地，他还是个小花呢。随后沈飞的眼睛又亮了，唐之玲有，那就相当于自己有，那他岂不是要发了？到时候都种上高产的粮食，那不是赚翻了？唐之玲有这么多地，咱们是不是要发了？我这才多少呀？我父亲是从一品的国公，10亿3千户，他的植田有42顷呢。唐志玲，朝廷分的植田是可以自己种的吗？官员的植田都是朝廷统一管理的。那植田的收入呢？1亩地产多少？差不多1亩地1.5担粮食吧。这些消息都是唐之玲最近看卷宗看到的，现在问他这些消息，他是知道的门儿清。1.5担就是180斤，这产量也太低了吧？当然了，这还是没有天灾的时候的量产。沈飞知道后世那些高产的农作物，包括玉米、土豆、红薯，都是在明朝的时候传进来的，所以在这个时代是没有亩产千斤的农作物的。沈飞想到这里，心里是信心满满。他实验室里的水稻种子可是经过后世改良的杂交水稻，产量可比这时候的多多了。沈飞想到这里，就嘿嘿的傻笑出声。你怎么了，沈飞？笑得这么吓人。唐之玲，你的植田咱们可以收回来自己种吗？唐之玲以为沈飞是担心由朝廷安排人处理会管得不好，于是解释道：这官员的植田虽然分到了你的名下，但是这是会变动的。如果调任，那么你的植田也会跟着变动。所以呀，官员在自己的植田也不会照顾得多精细，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啊。你私下里施多少肥，改善多少土壤，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家业。唐之玲，我也不插手别的，就是你的植田，咱们用自己的种子，或者是种什么，咱们可以决定吗？这个是可以的，不过种植的也就那么几样，你和官府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哼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总之，等明年开春了，这些都要听我的。好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去把孩子抱回来。随后的日子随着除夕越来越近，年味儿也越来越足，就是在长安的街道上也能感受到新年的气息。沈飞的蔬菜在年前全部销售一空，剩下的猪肉也都卖出去了。今天已经是腊月22了，明日就是小年儿。沈飞早就给刘三全传了消息，让他今日来府里见他，顺便把小生和小喜接回去过年。刘三叔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大小姐，那个叫采薇的丫鬟带着我们绕了一段路。哦，那她有什么目的？看出来没有？刘三全把采薇打探他们情况的事说了一遍。采薇主要问了这些问题，我和二妮2人都没有上套，
都给岔回去了。除了咱们庄子的事情，还有别的吗？大小姐，那丫头还一直盯着我怀里的小箱子瞧呢，不过都被我挡了回去。好，你们做得不错。大小姐，这箱子里是咱们的收入和账本，你打开看一看。沈飞打开账本，看了一下蔬菜的账目。他种了是10亩地的蔬菜，而且用的都是后世那种高产的种子，又用了一些改善土壤的化肥和农药，让这蔬菜不仅高产，就连虫子都不长。特别是在年关的时候，那蔬菜1斤也是有15文钱呢。沈飞种的蔬菜品相好，在冬季送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毕竟在这个季节，这么新鲜的绿叶子菜还是很难得的。刘叔，咱们的蔬菜1亩地产量有900斤。是呀，大小姐，咱们福宝斋的菜蔬在长安城也算是头一份了，现在可是很火的。沈飞看到最后，蔬菜一共卖了138两银子，他在心里感叹一声：哎呀，种地这钱确实不太好赚呀，这么多菜一共才100两银子，他那药卖的还真不亏呀。也幸亏他那时候还不清楚这里的物价，随口一个药就卖了3000两银子，这要是真靠种地想赚大钱，还是有些难呀。沈飞顿时就没了从前的踌躇满志。大小姐，您换一本，是咱们的猪卖出去的价钱。沈飞又换了一本，他的猪一共是20头，每头毛猪是4两500钱左右，猪的总毛利94两，扣除去粮食28两银子，这盈余也是66两。沈飞不得不感叹，这种地和养殖还真没有商人赚得多。沈飞很快就收拾好情绪。刘叔，你们这半年做得不错，让咱们家第1年分地就能有盈利了。大小姐，咱们才是第1年，等明年咱们把庄子也都种上，那收入就多了。刘叔，我剩下的3个铺子都先租出去了吗？有人来看，要签10年的期限，小的觉得时间太长，没有答应。还有一家是需要改善咱们铺子的格局，我觉得不划算，就没有同意。别租出去了，我明年要用，咱们自己开店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沈飞又拿出了50两银子递给刘三全。刘三叔，要过年了，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家里人分了。刘三全有些为难，他们在村里的下人一共有15个，这钱他不好分，分多分少都不合适。那您拿6两银子，马大叔和李大叔是4两，剩下的每人3两吧。今年咱们赚的不多，等明年赚的多了还会多分的。大小姐，奴才们已经很感激了。拿着吧。家里新来的那4个下人怎么样？还听话吗？都很老实。刘三叔，那几个人你也好好调教一下，开春就让他们去庄子，要培养一下他们管事的能力。刘三叔，你平日里和村子里的人打好关系，到了明年咱们的庄子都要找短工。好的，大小姐，我和村里的王村长关系也很好的。那就好，这5两银子你拿好，买2份点心，给长安县的王主簿和王村长各送1份。县官不如县管，王主簿这条线沈飞也不想断了，毕竟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是王主簿帮了他。好的。刘三叔，长安城北境王府的人有没有来咱们家买菜的？大小姐，真没有印象。你打听北境王府是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关系。以后你多留意，尽量和那府里的人打好关系，我有用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那好，刘三叔，你去隔壁看看小双和小喜，他们都等着你呢。等收拾好之后，你就带着他们回村里吧。谢谢大小姐。刘三全离开之后，沈飞对着二妮招手，二妮就凑了过来。大小姐。二妮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大小姐，奴婢是怀孕了。怀孕了？真好呀。
你在家里怎么样啊？我都好，就是在家里没意思，还不如跟在小姐身边好呢。等以后我们自己开服了，就让你们过来。现在还不行。你呢，先在家生孩子，到时候我们可要让你的孩子来陪小福宝呢。嘿嘿，好，大小姐都听你的。沈飞和二妮两人又聊了一些家里的情况之后，就让刘三全和二妮两人离开了。在刘三全离开之前，沈飞叮嘱道：刘三叔，小双和小喜两人过完年之后先不用带过来了。大小姐，是这俩孩子哪里做的不对吗？不是，刘三叔你别想多了，我有其他的原因，不方便和你说。等以后他们长大一点，我会重用他们的。小喜的算术不错，你以后好好的培养他，我以后让他管外面的事儿。谢谢大小姐。四人离开之后，沈飞吩咐道：宁月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去打听一下晋王府的消息，记住不要冒险。我知道王府的护卫多，你千万要小心。我只是想知道王妃的身体好没好罢了。夫人请放心。几人都离开之后，沈飞终于想明白采薇为什么要套话了，应该是和前2天孙礼送到府里的青菜有关。只是沈飞没想到唐夫人会派他院子里的丫鬟来打听消息。沈飞想到了小福宝的奶娘最近不正常的样子，双眼中爆发出冷意。他也是没想到唐夫人会向小福宝动手。原本大厨房送来的东西，沈飞也没有忌讳，全都吃了。那时候奶娘还好好的，沈飞也不清楚饭菜有没有被人动了手脚。现在看到奶娘的样子，沈飞就知道了，所以他才把小双和小喜送出去，就是害怕连累他们。只是沈飞现在还没有好办法，到底要怎么反击回去？问出来了吗？没有。蔡薇说那俩奴才嘴巴很严，那个胖丫鬟蠢笨如猪，就知道吃。真是废物。夫人，我觉得三少夫人这人有些单纯，咱们不如把她叫过来试探一二。三少夫人不是个城府深的。那好，你去把那老三媳妇请过来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让他把那个小崽子也带过来，我看看他。三少夫人，夫人有请。房妈妈，不知道夫人找我什么事？三少夫人，这老奴怎么知道啊？还请三少夫人快点和我一起去吧。沈飞把小福宝送到李嬷嬷的怀里。走吧，房妈妈。夫人说好久没见到小少爷了，也让带着去看看呢。这应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不过他也不怕。好，李嬷嬷，咱们就一起过去吧。啊，是。几人很快就走到了唐夫人的院子。此时世子夫人和二少夫人正巧也在。唐夫人也是没想到这2个儿媳妇也来了，时间就是这么不凑巧。她本来想单独的来套沈飞的话呢。见过母亲，见过2位嫂子。老三媳妇，坐吧。沈飞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和世子夫人那样只坐了半个屁股的姿势完全不一样。这样一对比，沈飞这规矩和大户人家的小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但是唐夫人会提醒吗？完全不会，她就等着以后把沈飞带出去丢人呢。就像对待唐之灵一样，小时候逃课不上学，她是完全不管的。母亲，不知道您叫我来是为了何事？这不是要过年了，就想问问走礼的事儿。世子夫人和二少夫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有些不解。这有什么好亲自问的？一般每年都是按规矩办的。走礼？往哪里走礼？就是问你娘家预备多少礼合适。母亲，我没有娘家，您要是真想送礼，送给我也可以啊，我可以自己收着。弟妹，你还真有意思。开始的时候世子夫人没想明白，现在再想到走礼，就猜到母亲应该是在打绿叶子菜的主意。
就是不知道弟妹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。唐夫人习惯了后宅的弯弯绕绕，就是说话也不会直接说，都是要打一会儿太极才行。弟妹，前几日大厨房的蔬菜是你的庄子产的？是的，二嫂，那菜你吃了吧？是不是很新鲜？可不是新鲜吗？这冬日里能吃上品相这么好的菜也是难得，就是咱们家的量有些少了，不知道弟妹那庄子里还有吗？没了，全都卖光了。我也是没想到青菜在京都这么紧俏。二少夫人又看了一眼唐夫人，见她向自己点头，就继续问道：弟妹，我也是好奇了，没想到你种菜还真有一手啊，菜种的那么好，一定赚了不少钱吧？你和我们说说你是怎么种的，有没有窍门啊？沈飞看了一眼二少夫人，心中了然，这些人七扯八扯的，终于是问到了正题。嗨，还能咋种啊？就是多施肥呗。我虽然没有亲自去干活，但是也知道仆人们撒了很多的肥料呢，那可都是农家肥。农家肥，二嫂知道吧？不仅是牛粪好用，就是人粪也好用呢。等到发酵好之后，直接撒在蔬菜上，这菜长得老好了。哎呀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刚开始施肥的时候，我也是有些膈应的。那些粪便直接撒在青菜上，不太雅观。但是这肥可是有用啊。沈飞说到这里，二少夫人终于是忍不住了，直接干呕起来。二嫂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我当初就像你这样开始干呕的。开始干呕应该是怀孕1个多月的时候吧。这时候唐夫人和世子夫人都是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二少夫人的肚子。唐夫人早就想抱孙子了，这都成了她的心病，现在眼中爆发出强烈的目光。世子夫人眼中则是有些羡慕，内心也是很复杂。弟妹要是真的有了，那她怎么办？想到外面的流言，是不是会传她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？二少夫人则是一点惊喜的感觉都没有，她目光悠悠地看了一眼沈飞，这个弟妹还真是个记仇的。她刚帮着婆母打探情况，她就直接报复回来，还是直接捅刀子的那种。她前几日才看过大夫，又开了一些补身子的药，自然知道自己没有怀孕。她这是被沈飞那些农家肥啥的说得恶心了，想到吃的那些青菜上面或许还有粪便，胃里又是一阵翻涌，再也忍不住直接吐了出来。房妈妈，快去请大夫进府，好好的给老二媳妇看看。母亲，你这边忙了，那我就先告辞离开了啊。唐夫人现在哪还有心思搭理沈飞呀？你回去吧。母亲、大嫂、二嫂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沈飞抱着小福宝和李嬷嬷等人溜溜达达的往自己的院子走去。三少夫人，这二少夫人的娘家正是工部尚书府，二少夫人的祖父是工部尚书。哎呀，这不是唐之陵那部门最大的上司了吗？哎呦，是不是得罪人了？唉，不管了，让他自己解决吧。李嬷嬷，这件小事就不要告诉唐之陵了。是，三夫人。此时唐之陵在工部也被几个人围住了，他们也是在问唐之陵福宝斋青菜的事。唐之陵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事，此时也是有些懵。唐大人，说一说秘诀吧。是，唐大人，你可不能藏私啊！咱们春天司要是能把产量提上来，那大伙儿可都是有功劳的。诸位大人，这具体的事情我还真的不清楚啊。唐大人，那地是唐夫人的，要不然您回去问问令夫人。唐大人可以回去和夫人取一取经。都静一静，请屯田司的员外郎唐之陵和我走一趟。啊，李大人，下官就是。好，尚书大人要见你，你跟我来吧。此时贾尚书也是紧皱眉头，他也没想到户部那老家伙这么无赖，该批的条子就是不批，皇上那边还不给解决办法，最后只来了一个自己解决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
他们工部是最穷的部门，好不好？那些研究哪个不费钱呀？真是没天理了。贾尚书开始扒了，仔细看看他们哪里还能赚到钱，或者他们工部自己运转，赚一点外快也能解决研制材料的问题。每次想到那些老家伙理直气壮地催他们研发的速度，提到研发的经费又都把脑袋缩到壳子里的样子，就非常生气。进来。大人，唐员外郎带到了。尚书大人好。唐大人不必多礼。说起来，咱们两家还是亲家。你二嫂正是我的亲孙女儿，你二哥也喊我祖父呢，你也就相当于我的晚辈。私底下你喊我一声祖父也不为过。咱们一家人不必客气。李太太眉头一挑，尚书大人竟然这么客气，那就是一定有所求了。贾大人，下官怎么敢呢？好，咱们私底下再论。我今日叫你来，也是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大人请说。我听说你家的庄子种植的青菜可以亩产900斤，你们是怎么种的？什么？900斤？这不可能吧？那庄子是领夫人的，唐员外郎可能还不清楚吧？这个下官还真不清楚，还需要回去问一问那人。那这样，唐员外郎可以回去打听看看，然后交上一份文章来给我，要仔细一些，里面有什么窍门，也请员外郎不要藏私啊。是，大人。好了，唐员外郎，您今日早些下旨，把文章尽快交上来。唐之陵咂舌，尚书这还真是个急性子。哎呀，不知道这小子的文章怎么样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沈妃，听说你的菜地可以亩产900斤。你碰到刘管事了？他和你说的？没有，是我们工部贾尚书说的。难道二嫂回家去告状了？这速度也太快了。小福宝正等着鸡蛋羹呢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还不见他母亲来喂他，顿时怒了，开始啊啊啊的喊了出来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吃了，吃不老少了。沈妃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们尚书大人还说什么了？我们大人想让我回来问你有没有什么诀窍，让我写一篇文章交上去。沈妃的眼睛一亮，这是个好机会呀，刷上司好感的好机会。他现在觉得过去就是傻了，还教育弟弟抚养儿子的都找错方向了。他眼前的这个人才是他最应该培养的人，只要这家伙强大起来，他自己完全就可以躺赢了，比等怀里的崽崽长大之后光耀门楣靠谱多了。毕竟眼前人的年纪正合适啊，18岁的大好青年，那必须要卷起来呀。沈妃，你怎么了？傻笑什么呢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账本来。说完，人一溜烟的就跑了。福宝，你娘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小福宝对着唐之陵啊啊几声，还用手指了一下桌子，又张大小嘴儿。唐之陵了然，这小子是让他喂他吃鸡蛋羹吧？他这么小还不会说话，就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了？难道他儿子是神童？小福宝见到唐之陵不为所动，伸出2只小胖手拍在唐之陵的脸上，继续啊啊几声，又指了一下桌子。好嘛，你这个小家伙还真是个吃货。沈妃抱着自己的箱子走了进来。唐之陵，这是我的账本，我一会儿把我用的肥料也写出来，这样啊，你献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工部用了，粮食的产量提高了，到时候你可能会升官。那你要是不介意公开的话，我就拿去领功劳了。好，你先看账本，我这就把肥料写出来。
沈飞拿起毛笔就在想怎么写这个化肥的配比。化肥的养分含量是指化肥所含纯氮、纯磷和纯钾量，要在一定的配比下才能产生作用。要实行氮、磷、钾及微量元素肥料配合使用，综合应用。沈飞觉得直接说这些化学元素，就算是教上去，他们也看不懂，他就得想一个简单的办法，既能说清楚又能理解的方式。沈飞在这边抓耳挠腮的样子，让唐之灵觉得有些好笑。他本来也没抱多大的希望，毕竟知道他生活在北地，哪里学过什么知识呢？唐之灵这时候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沈飞，你说我请一个师傅怎么样？也学习一下如何写文章。沈飞下意识地摇头，自己学习太慢了，那些厉害的人可是都学习了好多年呢。唐之灵现在才开始，太晚了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办法呢。唐之灵，你别请师傅了，你直接请一个幕僚怎么样？真的不用我自己学习吗？你自己学得用多少年呢？你直接就请一个厉害的人帮你，到时候让那些人给你写文书就好了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我最近就在外面找找看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。行。唐之灵，你在工部升官难不难？当然有难度啊。我上司是正经的科举出身，而且在工部资历也很老，位置坐得稳当的很呐。要是他升职了，位置岂不是就空出来了吗？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升官的难度很大的，这官大人又是寒门学子，上面没人的。咱们能不能花点力气把你上司搞走？要是你这次有了功劳，也带上你上司，让他在上面亮亮相。唐之灵的眼睛一亮，开始琢磨起来，心里也有了个主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唐之灵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找个幕僚，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写出贾尚书需要的文章。此时小福宝已经被送到李嬷嬷那里，小夫妻俩正在屋子里抓耳挠腮的写东西。沈飞前世毕竟是读到博士的人，不过他会写的字都是简体字。唐之灵其实没什么好写的，只写了一个简短的开头，就来到沈飞的身后，看着纸上的字。他看着就皱起了眉头。你这字是不是不对呀？干嘛？突然吓我，这字哪里有问题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唐之灵狐疑地看着沈飞，这女人怎么看怎么奇怪，不仅知道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就是字都不对。你看啊，我这个字啊是简笔，你按照我的意思把这个抄上去吧。那以后你也学学我们的字吧，我看咱俩还是请一个师傅吧，好好的补一补。要不要比一比？哼，我一定比你厉害。比呀？那如果赢了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呀，那赌注就是家里的主导权吧。谁要是输了，就听对方的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两人商量好之后，沈飞给他读自己写的肥料，唐之灵书写。沈飞在唐之灵出去洗澡的时候，还是进了实验室，把那些基础的化肥原料拿了出来，用硬纸包了起来，然后又写上了名字。沈飞一边找正确的繁体字，一边照着写名字。都完成之后，就在心里感叹，这字还真得学，否则写个字都太麻烦了。小两口忙到很晚才真正的睡下。早上，唐之灵小心地把自己的文章揣好，又带着沈飞准备好的原料去上职了。贾大人，这是下官的文章，还请过目。贾尚书接过唐之灵的文章看了看，果然看不懂。唐员外郎，这个乌鸡盐是何物啊？是咱们吃的食盐吗？大人，这些是内人写的，微臣还真不清楚。不过我带了一些文章中的原料，可以请工部的大儒来研究看看，他们或许能辨别出这些东西来。好，到时候把这些东西给城外那几个老家伙看一看，他们或许能认识呢。
贾尚书继续往下看，最后总结道：你们家的田地之所以会增产，就是因为用了这叫化肥的东西。是的，大人，这个化肥和农家肥差不多，都是增加土地的营养成分，来达到增产的。唐之陵这么说，贾尚书就明白几分，还是农家肥好理解，叫什么化肥呀，怪别扭的。好了，你跟我一起，咱们坐车去城外，把那东西给送过去吧。今日我来此处，就是有个东西给诸位看看，你们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能研究出来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让尚书大人这么重视。这时候还没有化学一说，在大禹朝也没有人听过，他们拿过沈飞提供的资料也是看不懂的。贾尚书见众人都不认识，有些为难，于是看向朱老先生：朱百公可否能看懂啊？这个石灰石我知道，还有硝石灰、明矾、石英石等，咱们工部也有，这些我都见过。剩下几样我就不清楚了。那这个化肥的东西，你可能配出来呀？下官也有很多看不懂的，想要研制出来也有困难。不知尚书大人可否把提供方子的人带过来呀？唐员外郎，不知道是否方便啊？唐之陵也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想到沈飞那爱凑热闹的性子，他应该是愿意的吧。这方子是内人给的，如果尚书大人允许的话，可以派人请内人过来。好，那就派人去把唐三夫人请过来。在等人期间，其他工匠就离开了，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忙，只留下了朱百公。尚书大人，要不要请司农司的人一起过来？他们或许有人懂呢。不急。此时沈飞听到小丫鬟禀报说邀请他去城外的工坊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李嬷嬷，我要出门一趟。夫人，你真的要去呀？当然要去。明月，咱们走吧。见过众位大人。唐三夫人，不必客气，今日请你过来也是有事相求。那个化肥方子，方子。剩下的话说不下去了，他直勾勾地看着小福宝，看着他那有着双下巴的小脸蛋儿，饱满的天庭，圆溜溜的眼睛，还有那紧紧抿在一起的嘴巴，看着就是一脸威严。这不是……剩下的话贾尚书没有说下去，但是内心已经在翻江倒海。这不是缩小版的先皇吗？我的老天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侍郎也看出贾尚书的不对劲儿。尚书大人，您怎么了？贾尚书正震惊着呢，根本没办法搭理李侍郎。李侍郎也看向沈飞，正巧对上了小福宝那张脸。我操，难道是先皇显灵了？还是先皇重生了？此时沈飞和唐之陵都看出来不对了，这俩大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么失态呢？这太不寻常了。沈飞挠了一下脑袋，这俩大官怎么了？他有那么可怕吗？尚书大人，侍郎大人，是内子哪里做的不对吗？贾尚书和李侍郎对视一眼之后，才缓缓开口。唐员外郎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是我的孩子。贾尚书和李侍郎又对视一眼，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凝重。事情大条了呀！这孩子长得还挺好的。李侍郎见贾尚书还没回过神，就继续开口吩咐道：今日请唐三夫人来，也是想问一下那个农家肥的事儿。朱百公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需要劳烦夫人你亲自给讲一番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有劳唐三夫人了。客气了，咱们从哪里开始？唐员外郎，这几日就有劳你陪着令夫人在此，和朱百公一起研究一下这个叫化肥的东西了。啊，是，下官知道了。好，朱百公，你带着唐三夫人去你们的研究室吧。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工部其他的工匠都随你们的调动。是郎大人。于是沈飞带着小福宝跟着唐之陵两人离开了。此时的贾尚书却是迷糊了，他现在有个大大的疑问：唐国公是怎么回事？他知不知道家里有个小太上皇呀？这件事情很奇怪，这世上没有人无缘无故的长得那么像的。还有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京城的人都知道唐三公子娶了一个寡妇，那个寡妇还带了一个小拖油瓶。如今这小拖油瓶又和先皇长得那么像，那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算算时间，不可能是先皇的，难道是当今皇上的种，还是哪个王爷的种？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？贾尚书开始阴谋论了。想到唐国公手里的兵权，贾尚书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雄风，咱们快走，立即进宫面见陛下。此时沈飞已经来到工部的研究室，小福宝已经被沈飞从身上解开了，唐之陵在抱着他。小福宝年纪小小的，也不吵闹，就是好奇的四处看看。沈飞则是拿着那些化学原料和工部的工匠讲解着。他最先是介绍这些原料给众人认识，包括一些比较常见的物质，例如草木灰、硝石、生石灰、石灰石、铁锈、烧碱等物质的酸碱性。他还顺便在众人面前做了个化学小实验，都是酸碱中和的小案例。用生锈的铁器做了实验，众人看到生锈的铁很快就变得光滑，也是惊奇不已。仅仅如此，就让众人眼界大开。脑子转得快的人已经受到了启发。沈飞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才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——肥料的制作方法。沈飞空间实验室里的化肥有限，而且也不可能拿出来，因此他的方子就是农家肥和化学原料相结合。唐之陵站在一边看着沈飞滔滔不绝的讲演，觉得他整个人好像在发光一样。咱们来看我说的第3种肥，就是硫酸铵肥料。这是一种非常好用的肥料，制作起来也是十分简单，不仅原料广泛，省时省力，肥效还特别好。方法就是用人的粪便和尿液50斤左右，加上20斤水，再加入5斤熟石膏粉，搅拌均匀之后密封起来，放置10天左右。唐三夫人，这和普通的粪便沤肥区别不大呀，就差一个那个叫啥石膏粉的。这位大叔问到点子上了，咱们其他人有问题也要及时提出来，这样我才知道你们懂没懂。等等，这熟石膏粉我记得是药材啊。对，熟石膏粉是石膏矿石经过加烧、净化、研磨而成，它是一种矿物质草药，以其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的功效闻名。熟石膏粉用在沤肥上也是有大用，加入熟石膏粉之后，能加快粪便分解，使其变成肥料。好了，今日就到这儿了，你们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实验，距离开春耕种还有一段时间呢，也不着急。众人也点头附和。他们会这么认真听，除了对自身的工种有帮助之外，还有个原因是他们家里也是有田地的。现在知道了更好的肥料能让庄稼高产的肥料，谁能不心动呢？众人离去之后，沈飞才来到唐之陵身边，看到小福宝已经睡着了。唐之陵，咱们回家吧。好，咱们回家。贾尚书，你说你看见谁了？启禀皇上，唐三夫人的孩子真的和先皇长得非常相像。先皇？皇上，就是离世不久的太上皇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这孩子是小六亲生的，那还说得过去，长得像父皇也说得通。
可是这孩子是孙梦夏生的呀，那是他在北地有的孩子。皇上，还请您降唐国公的罪。他竟然给唐员外郎找了这样的妻子，还有那个唐三夫人的身份也很可疑呀。唐国公府里养了一个皇家的血脉，唐国公手握兵权，这人一定是包藏祸心，还请皇上下旨彻底调查一下唐国公府。皇上抽了抽嘴角，他心里也有疑惑，但知道的更多一些。他就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那孩子是谁的孩子。至于同意给小六娶那么一个媳妇，还真不怨唐国公。那老家伙当初是不同意的，还是他亲自应允的呢？唐国公这才松口的。这样算下来，这个锅还是他的。贾尚书，唐国公可是您的亲家呀。皇上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别说唐国公是我亲家，就是我儿子都不好使啊！还请皇上彻查国公府。冯宝，去把唐国公请过来。是。贾尚书听到皇上这么吩咐，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这说明皇上还是很信任国公府的，他也不希望孙女的夫家出事。但他发现的不对，态度必须要摆出来。两位爱卿请起吧，这事儿朕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两位爱卿，这件事朕不希望更多人知晓。两人的身子一凛。微臣明白。皇上挥了挥手，二人直接退出大殿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唐国公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皇上，你要老臣说什么？皇上，又是哪里传来的军报吗？还是南疆那边有蠢蠢欲动啊？请皇上放心，老臣可以出兵。唐国公，打住，不是这事儿，南疆好好的。皇上，那老臣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了。小六那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他那孩子，你看过吗？小六就是唐之灵，我觉得叫小六比较合适。小六的媳妇儿带过来的孩子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小崽子他还真没有注意，也不知道他长啥样。不过他很好奇，那小崽子怎么惹到皇上了？今日贾尚书见到了那孩子，说他长得很像父皇。什么？像太上皇？唐国公，你回去好好问一下小六，他和那个女人的事儿，还有他为什么执着于娶她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有个猜测。你说？灵儿曾经偷跑过，就是去的北地。那孩子想去北地调查他母亲的事儿。您说，会不会那小子真是灵儿的种啊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你回去好好的问一问。是，微臣遵旨。唐国公离开之后，皇上吩咐道：去把陆川叫过来。是，陛下。人影消失之后，皇上也在犯愁，到底要怎么办才好。那孩子要真是小六的孩子，那就是皇家的血脉，等他长大了，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，那小六的身份就要暴露了。要找个什么借口？很快，中郎将陆川就被带到大殿中。微臣中郎将陆川，拜见陛下。陆卿请起，朕有个事情交代给你。你去北地一趟，查一下昌安侯府过去10年在北地的举动，还有重点查一下孙家三房的事情，
三房的嫡女孙梦夏，这人的事情都要查清，事无巨细，明白吧？是，陛下。好，你快去快回。陆川离开之后，皇上又想起了长安侯府。冯宝，长安侯府的人在京城里可还老实啊？皇上，奴才听说孙膑一直在打听，看看有没有门路谋个一官半职。哦，他都去找了何人？回陛下，孙膑去找了老侯爷的旧友，只是那些人都是避他如蛇蝎，就是他的妻子陆氏都跟他和离了。皇上想到了老侯爷，又想起了先皇，这也是一笔烂账。长安侯府呀，皇上想起来了，长安侯府三房换了孩子的事情，他当初还网开一面，仅仅是发配了孙恒夫妻到岭南。等等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？这个假的孙梦夏啊，不是沈飞。这沈飞在北地的生活要查，他的真实身份也要查才行。皇上有些头大，他觉得这么多可疑的事情凑到一起就不是巧合了，说不上还真有问题。想到了长安侯府，看来也是不能一直压制，一直是平民好像钓不出大鱼。他一直打压，那么那些观望的老狐狸又怎么会出动呢？孙家也是不容易。孙膑那人过去也是世子，那才学应该也是有的。皇上状似无意的感慨。皇上这是又想用孙家了，可是您是皇上，您直接发布命令就好呀，真不用跟我念叨的。我就是一个阉人，一个听话办事的人。皇上或许可以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，给孙膑一个机会。皇上点头，轻轻地了一声。1刻钟之后，小太监拿着圣旨直接出了皇城。快，请三少爷和三少夫人来前院的厅堂，还有带上小少爷。是，公爷。此时沈飞和唐志玲都很奇怪，唐国公为什么要见他们，竟然还要带着小福宝。父亲，您叫孩儿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见过父亲。唐国公转身特意看了一眼沈飞怀中的孩子，这一看不得了，还真他妈的像啊！沈飞见到唐国公的眼神，抱紧了怀中的孩子。唐之玲也发现不对了。父亲，您叫我们前来是有什么要事吗？三啊，这孩子是你的孩子吗？小福宝是我的孩子，亲生的。你这么确定？算算这孩子的时间，你不是失去了那半年的记忆吗？怎么这么肯定啊？孩儿想起来了。唐国公的手轻微的颤抖。丢失的记忆全都想起来了？也不是，就只是想起了几个片段，都是和沈飞在一起的片段。就只有这些？其他的有吗？没有了，剩下的全都想不起来了。唐国公面色稍缓。哦，这么说这孩子是你亲生的了，那也算是咱们国公府的长孙了。父亲，可以公开小福宝的身份吗？让众人知道他是我亲生的。既然是你亲生的，那就是咱们国公府的孩子，当然要给他证明啊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这孩子周岁的时候，给他办一个周岁宴吧，隆重的办一下。孩儿谢过父亲。唐国公确定了小福宝的身份之后，就挥手让唐志玲和沈飞离开了。三人走了之后，唐国公提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。唐志玲，你发现没有，唐国公有些古怪。是啊，
父亲对于我失去的那半年记忆特别紧张，好像是害怕我想起来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刚才就在想是哪里不对呢？不过我很好奇，他为什么会害怕你想起那半年的记忆呢？你那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不清楚啊。你说会不会和我的身世有关？你在外面就没有看到和你长得相似的人吗？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而且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。小福宝被沈飞抱在怀里，听着两人的谈话，竟然叹了一口气。唐志玲，仔仔竟然会叹气了。你这么小，有什么好愁的？竟然还叹气。小福宝被沈飞抱在怀里，身子一扭，抱住沈飞的脖子，给了唐志玲一个后脑勺。沈飞不厚道的哈哈大笑出来。半夜的时候，国公府的房顶上就出现了一群黑衣人，